你敢信吗？你看到的阳光其实是10万年前的。此刻，远在1.5亿公里之外的太阳正维系着整个太阳系的运转，而终有一天，它会膨胀到足以将地球彻底吞噬。我们很容易忘记，太阳是一颗巨大的恒星，充满了能量运动和难以想象的力量。它是创造与毁灭的引擎。这台恒星机器在引力与压力中形成，在这里原子相互融合，光要经过数千年才能抵达我们身边。而在它的外层边缘，一个谜团仍在逐渐揭开。那么这颗巨大而强大的恒星是如何运转的呢？要找到答案，我们就得深入它的内部一探究竟。太阳只是银河系中数千亿颗恒星中的一颗，但对地球来说，它就是一切。它为我们海洋注入活力，温暖我们的天空，牵动着地球的心跳，影响着生物、行为，甚至我们对时间的感知。太阳内部能容纳130万个地球，但它还不算大恒星，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？46亿多年前，一片巨大的气体和尘埃云在自身重力作用下坍塌。在这片混乱的漩涡中，我们的太阳诞生了。它吸纳了太阳系中99.8%的物质，在其核心核聚变被点燃，一颗恒星就此诞生。这个过程从那以后就从未停止过。每一颗太阳都在将氢聚变成氦，释放出的光和热塑造了太阳系中的每一个世界。我们无法直接窥视太阳内部，它的各层是不透明的，亮度刺眼，温度高的难以想象，任何探测器和望远镜都无法触及，但这并没有阻止我们对它的探索。通过结合先进的物理学和间接观测，科学家们构建出了太阳表面之下的详细图景。6层截然不同的结构，每一层都在维持恒星运转的微妙平衡中发挥着作用。那我们就从最中心开始说起。核心是能量的源头，一个巨大的核聚变反应堆，这里的温度高达1500万摄氏度，至少是熔岩温度的12000倍。这里是光的诞生地，每一秒释放的能量都超过6万亿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。想想看，每一秒都是如此，但这些光并非能轻易逃逸，它还有一段漫长的旅程要走。核心周围是辐射区，在这里光的粒子开始向外跋涉，但它们并非自由飞行，而是被原子吸收，再发射出去，然后又被吸收，如此反复。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说法，一个光子可能需要超过10万年才能穿过这一层。你今天看到的光，它或许在猛犸象还在地球上漫步的时候就开始了它的旅程，如今才被你的眼睛捕捉到。最终，光到达一个温度下降到足以让对流发挥作用的地方，炽热的等离子体上升，冷却的等离子体下沉，像巨大的柱子一样翻滚，很像沸腾的水。从望远镜里看，这些就像太阳表面闪闪发光的气团，是阳光逃逸前的最后一步。但我们所说的表面，其实根本不是固态的表面，它闪耀的光芒是经过了数千年才到达这里的。它比内部温度低，但仍高达5500摄氏度，热到足以融化钻石。太阳黑子、太阳耀斑和剧烈的等离子体弧都出现在这里，它们是窥视太阳内部骚动的窗口。如果你仔细观察，会看到那些沸腾的对流气团，明亮的中心是上升的气体，边缘是冷却下沉的物质。但再往高处走一点，奇怪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，太阳变得更热了。光球层上方是色球层，这是一个发出红光的圈层，布满了针状体。这些高耸的等离子体喷流像火焰一样升起，又在几秒内消失。奇怪的是，这一层比下面的光球层温度更高，越往上走温度就越高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太阳众多未解之谜中的一个。再往上，我们就到了太阳的日冕，那是一层稀薄而飘渺的光环，延伸数百万公里进入太空，只有在日食时或者通过 X 射线仪器才能观测到它。日冕的温度超过100万摄氏度，远比其下方的几层要热。我们仍然不知道原因，主流理论认为这与强烈的磁活动有关，磁场线上的波动以及无数被称为纳米耀斑的微小爆炸，它们单个太小，无法被观测到，但合起来力量巨大。从这层超高温的外层，带电粒子流以太阳风的形式逃逸出去，冲向太阳系各处。当这些粒子与地球磁场相撞时，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它们在天空中描绘出光的画卷，极光。在浩瀚的宇宙中，我们的太阳只是一颗普通的恒星，但它有一个罕见的特点，有一颗承载着有思想、有梦想的生命的行星在注视着它，研究它，探寻它的起源，以及它可能带我们去往何方。我们都是星辰，而太阳是一盏灯塔，每天都在提醒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都与宇宙紧密相连着。